很多人最近在问呢，整个这个全国的这个房价会是什么样的趋势？其实房地产市场都是比较区域性的，低县级城市房价有些城市可能真是一个自由落体的一个趋势，甚至我觉得是什么呢？叫做有价无市。鹤岗可能是最极端的例子，但是我觉得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会鹤岗化，在经济放缓和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过程中，人口进一步的向一线或者超一线城市聚集，是一个确定的趋势。我不认为一线的房价会出现所谓自由落体的下坠。东京从1990年到2005年，大概房价是下跌了60%到70%。像日本这个情况，我并不觉得这个会发生。一线城市提供的不只是就业机会，提供的是非常重要的公共资源。从中长期来讲，一线城市还会在很多人心目中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资产。第二点，一线城市即使真的限购和限售放开了，我建议大家还是要量力。即使在一线城市内部，各个区县的房价也在出现非常严重的分化。我们看到，尤其是可能前段时间涨得比较多的一些所谓的这种学区房，因为学区政策的变化，其实房价也出现了很大的松动和调整。就是说，还是回到大家会问说，那现在能不能买房子？如果你需要自住，而且你会很铁定我会在这个城市一直生活下去，那我觉得买房仍然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是如果你对自己的生活、对自己的事业，它都还没有很强的这种确定性的话，这段时间还是一个保有现金、保有选择权，可能是一个更正确的一个选择。大家现在必须非常精准的说，我到底买这一套房要为了什么？既可以自住又可以赚钱，我觉得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刚性泡沫》这本书最开始的时候是拿英文写的，叫做 Guaranteed Bubble。一个呢是说由刚性兑付所引发的泡沫，政府一定会刺激房地产，不会容忍房价下跌。这种心态让大家觉得房子是最赚钱也最安全的投资，有了一种非常错误的假象。还有一种呢，在英文里面 guaranteed 就是说肯定会发生的。为了化解高债务和高房价的问题，我们一定不得不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的代价来实现高质量发展模式的转型。今年两会和去年两会的政策目标都是5%左右。既然说左右，我个人认为我们就很有可能，比如说最后的达成值是4.8%呀，4.9%啊，可能我们经济增长速度在今后的几年里面还有一个逐渐下台阶、逐渐放缓的过程。3%到4%很可能是一个进入逐渐稳态增长的一个趋势。在经济放缓，在房地产面临调整的过程中，很多人都来问我说，那怎么来投资？任何一个居民家庭都应该尽可能多元化的配置自己的资产，海外的理财、海外的股市，很多和海外股市挂钩的 ETF 产品。第三就是大宗商品，我觉得这段时间表现都很好。黄金和美元一直是一个此消彼长的一个趋势。过去几年是一个强美元周期，今后6到12个月，因为美元进入一个降息周期，这段时间确实黄金是可以超配的，进行海外投资。我就可能有3个建议。第一就是每个个人成年人之后，每年都有5万美元的额度，你可以兑换成外币。第二点，通过国内很多的主要基金公司就可以投资于海外的资产。第三点，大家是说对于海外股市了解更少，你并不需要知道任何一个个股，希望大家一定有一个观念叫做资产配置。你只需要我10%的资产配置在可能英国股市，10%的资产配置在美国股市就可以了。这里面还有一个地域的多元化的配置，新兴市场国家、发达经济体，那些你可能没听过名字的一些经济体，包括即使在中国内部，过去几年其实3、4线城市的消费是增长非常快的。这个多元化特别重要，投资一定要开始的早。很多年轻朋友没有意识到这个复利增长的巨大的作用。我最近也有一些观察，我觉得好像年轻人在消费上变得特别的保守，可能大家对于今后的未来和信心可能发生了一定的这种改变。第二呢，我觉得也回归更多的真实的自我，就是我什么是需要的，让大家觉得说没有必要向别人去显示或者证明什么，就去淄博啊，去尔滨呢，大家觉得花钱不多，但是我个人也很开心，
包括以优衣库为代表的相对单价不高，但是可能品质都很好，都可能是我们中国消费下一个方面可能发展的一个趋势。我是在北大毕业的，我又在这个清华教书。在过去20年，清北的毕业生的就业选择有非常明显的一个趋势。20年前是去外企，15年前是去金融机构，10年前是去互联网大厂，从5年前左右开始就是考公。不确定性在逐渐的增加，择业的优先的选择一定会发生相应的改变。我觉得可能年轻时候能够做的最重要的事儿就是犯错误，所以我觉得还是希望大家在年轻时候尝试各种不同的生活可能。第二点呢，即使是在一个经济下行的一个区间里面，还是有很多的机会。在失落的20年、30年的过程中，日本也诞生了像软银、像京瓷、像优衣库这样非常伟大的企业。现在可能对大家的要求是要更加精准的找到可能社会的泪点和痛点，能够更好的满足这种新的时代下大家的需求。在你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你可能能做的比较确定性的事儿就是提升自己的素质，哪怕多跑跑步，强健体魄，能够让自己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一点其实是任何时代都不会犯错的。